家人们，我这一个星期真的过得水深火热。我可以说这件事所有的手工人都特别害怕。3个月前，我因为房东凶我妈，我跟他大吵了一架，然后我就非常有骨气的开始找房子了。我是真的没想到，想找一个既能做手工又能自住的房子有这么的难。当然，主要是因为我要求比较多。首先，第一，房子得130平往上走；第二，得有电梯，我不想再住1楼了；第三，地面必须要平；第四，还要方便运货；第五，装修不能太老气；第六，房租不能太贵；第七，公摊面积不能太大；第八，越空越好，免得又因为电器吵架；第9，还要离我们家客服、打包、助播这3个人的家近一点。前后我看了20多套房子，就在我准备要放弃的时候，终于在1周前找到这套160平的洋房。不好意思啊，做手工中间插播一段，我现在有一点纠结，不知道这个房间到底该怎么分配。各位电子闺蜜能不能给我点建议？这套房子是1梯2户的，一共只有6层，我们在5楼，环境是真的不错，而且房子里面特别空，没住过人。进门右手边是餐厅，左手边是厨房，感觉这种装修应该是开发商自带的，整的还挺齐全。跟厨房1墙之隔的就是第1个客窝，有点纠结这间是用来直播还是做手工。出来之后穿过客厅就到了后面的大阳台，还真的挺宽敞的。不过窗帘啊、衣架呀那些的什么都没有，然后阳台连接着就是另外一个次卧，这一间感觉没有刚才那一间大。这门斜对面有个卫生间，然后隔壁是一个朝西向的次卧，这个就更小一些了。最后就是主卧最大的一个房间，然后它还带一个衣帽间和一个厕所。我之前租的那个房子最大的房间就是用来做手工的，但是这一套主卧真的让我有点纠结了，真的很想自助享受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手工课要涨价了，因为都是1对1的咨询，所以时间精力非常有限。有2种可选，第2种就特别受欢迎，主要是针对想要当手工博主的宝贝，会1对1的帮学员看作品和短视频的问题。这种针对性的指导我觉得还是蛮有意义的。过年的时候我还有个学员上热门了，给我开心了好几天。其实不只是做地胶奶油胶，只要是做手工的宝贝想要做短视频的话，我觉得你都可以来找我聊一聊。完蛋，没时长了，咱们明天接着唠。